你是人是鬼啊？这具肉身确实已经死了，死了也好，自在。现在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，没有束缚，无处不在。有鬼！有鬼啊！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原本以为你们是聪明人，没想到跟那两个一样执迷不悟，破坏了我的规矩，你们一个都活不了。给我等着！奎雷里，管你是人是鬼，我一定要撕碎你！你出来，出来啊！冷静。我们既然能对付他第一次，也可以对付第二次。是个人还好，咱们打不过还能跑，这是鬼，咱们怎么对付？肯定有办法的，杰兄。不可能有什么魔鬼。傀儡里的尸体是有人故意进行了防腐处理，内脏被掏空了，肚子里全是炮茧。死人是不会杀人的，岛上也没有活人生活的痕迹，那就只有一个可能：凶手是跟我们一同到岛上的，而且他跟傀儡里是老熟人。我需要清理一下思路。被杀的人有2个，石榴死在昨晚，所有人都在睡觉，没有人有明显的嫌疑。江岑被掳走的时候，所有人都在海滩解决赵我环和船价的争执，都有不在场的证明。因此，我们都自然而然地相信，那个会动、会说话、会杀人的傀儡里的确存在。但事实上，江岑被傀儡里掳走，只是我们先入为主的设定。我们都被这个设定给带偏了。如果凶手一开始并没有掳走江岑，而是江岑自己惧怕我的报复和好走运的灭口，趁我们去了海滩，在屋顶藏了起来。当后来我们发现他失踪了，离开院子四处寻找的时候，这儿看看，任何人都有返回院子杀他的机会。仅仅推到这个程度远远不够，要准确地找出凶手，还需要有更多的线索。还有，干尸是不会说话的，谁在替傀儡里发出声音？我们当中还有个腹语术的高手，他的声音我为什么听不出来呢？难道我的推案能力不足以赢得过他？我一定得再想办法。一直在跟鬼做买卖，收了鬼的钱呢。问你件事儿，你是行家，这些东西藏在哪儿，既安全，又容易被自己人发现？一般情况下，藏哪里都可以，只要你做好标记引导。你要干嘛？如果我死了，这些记录跟我陪葬太可惜了。哎，看来我好走运这回啊，好运算是到头了。各位，如果我先死了，求你们发发善心，把我跟这堆财宝葬在一起。哎，我就算做鬼，也会感谢你们的。你真是心大。姑娘，你要杀我的话，先把我放到财宝旁边好吗？这是为什么呀？傀儡里想杀了我们所有人，还不如把你放了，能跑一个是一个。这么仗义啊！前辈，您要干嘛呀？前辈，
您这是要干嘛？我不管你们相不相信，傀儡里他不是一个邪恶的人。我不能把他放在这里。我听说，这孤魂野鬼有了坟头，就像有了家一样，弄不好这卖艺老头就不杀咱们了。诸位，傀儡里已经入土为安了。今天大家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。明日一早，我们修好船，离开这里。如果晚上傀儡里的鬼魂来找，让我圣仙子一个人回他。究竟是谁
这里。前辈，你发现了？奎雷里，小武魂，关门！好，快！你们抓不到我的。这声音和在那边听到的不一样了，消失了，凭空消失？怎么会？不可能，没人从门出去。不可能啊！这整个柴房连个窗户都没有。唯一的出口也被封死了，人怎么可能会凭空消失呢？难道真的有鬼魂？不，绝对不可能！一定是哪个地方被我疏忽了。奎雷里，酒鬼！啊，酒鬼！酒鬼！哎，你去哪儿？他们去哪儿了？等等我，等等我！啊！又是这些铜片，难道是什么法器吗？这是傀儡里身上留下来的，有什么关联呢？不好！司马当啊，我在。酒鬼一定是去刨傀儡里的坟墓了，你赶紧去看看。好，我去。我也去。不用，你太慢。哦。哇，这么快！奎雷里，你给我出来！你给我出来！奎雷里，老子把你撕成碎片，烧成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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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奎雷里，你给我出来！出来啊！出来！你害怕了是不是？啊，你是不是害怕了？出来！
人头？摔掉了，怎么办？甩不掉会被杀死的，怎么办？别追我！司马当！跑了。酒鬼被杀了，在傀儡里分。这司马当怎么也死了？司马当没死。哦，木人头。怎么样，解兄？伤得很重，是死是活，还得看他自己的造化。他就是一个落院的史官，江湖上的事，他本可以不用掺和的。他压力大，让他自己待会儿吧。可恶的凶手！我想杀人。探视人杀人的方式，就是找到凶手，让他毁灭于阳光之下。傀儡里显然不是凶手，他的干尸已经被埋葬。真正的凶手杀了升仙子，又趁乱杀了酒鬼，重伤了司马当。司马当给我留了3个字：木人头。我猜不到他这3个字想传达什么，而最大的谜团在于柴房。为什么那里又冒出了一个傀儡里？为什么在封闭的柴房里，它能凭空消失呢？这样的局面，我必须有所突破。不管你是谁，我要用我的方法杀了你。看这天气啊，又要下雨了。下雨好，下雨了，傀儡里就不敢再来了吧？我听说啊，僵尸啊最害怕五雷轰顶。明月姑娘，
我说的不是你，我说的是僵尸。他是怎么做到的呢？没有可能啊！难道真的是鬼魂干的？哼！如果我相信这世上有鬼，我就不配叫神机股简不知。再完美的犯罪也有破绽，能不能发现，就看你的想象力。每一颗肉长的心，总会有破绽的。纵然对方有1000万种招数，但是在特定的环境下，他也只能选择那1、2种，甚至只是1种。你猜对了，倒下的必然是他喽。这酒坛子里面为什么会有一颗梨子呢？对呀，酒坛子里面不一定全都是酒，也可以放一颗梨子。那穿衣服的不一定就是人，也有可能是木头架子。这声音和在那边听到的不一样了。奎雷利在我心中绝不是那种邪恶的人，他是一个很厉害的将领，不像是一个爱杀人的人。木人头，木人头，对啊，我早就应该想到啊！好厉害的凶手啊！谜题终于解开了。不对，等等，我还需要圣仙子房间里的东西。对，赵兄，跟我出去一趟。太好了，就是他。赵兄，让大家集合，咱们一块儿敬死去的兄弟1碗酒。哦，好。感谢酒鬼背这么多酒上岗，才能让我们在这种时候有口酒喝。来，敬死去的江湖兄弟。干！酒也喝了，也该给酒鬼和那些死去的朋友一个交代了。今天晚上，傀儡里的事情必须了结。傀儡岛所有的谜团，我全都解开了。凶手就在我们当中。谁？我说简兄，你是不是喝多了呀？凶手怎么可能在我们当中啊？那个傀儡里，太离谱了。好，我就好好解释给大家听。傀儡岛最大的谜团
就是升仙子死在柴房当中。这是最让我震惊的一件事情。解开这个谜团，那整个杀人事件就全都真相大白了。前辈，当时我们所有人都在场，傀儡里已经被埋葬的尸体出现在柴房中，然后又突然的凭空消失，这令我和大家感觉不可思议。我想他做这一切，无非只有一个目的，那就是要给我们传达一个信息：他是傀儡里的鬼魂，因为活人是做不到这些的。这是凶手手段厉害的地方，可他越是想让我们相信鬼的存在，那就越证明他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。可是当时我们大家都在场啊，傀儡里不可能是我们其中的一员啊。难道是分身术？这解释不通吧？解释得通。大家回想一下，我们刚登岛那一天，凶手他不就是用一个干尸当幌子，对我们发号施令吗？我最后一次提醒你们，破坏规则的人死。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：刚才我们在柴房时，这个傀儡里，它有动过吗？好像真的纹丝不动。难道他不是真人？那不是人，而是一个披着斗篷的木偶。啊！凶手提前把木偶放在了被害的升仙子旁边，然后回到宅子，再和我们一起返回柴房。大家猛地看到这一幕，就会本能地联想到是旁边的这个木偶杀死了升仙子。这些不是没有道理，但只是你的推测而已。还有一件事，更有力地印证了我这个想法，那就是声音。傀儡里的声音。对呀，这凶手是怎么让干尸说话呢？我真是搞不明白。凶手当然不能让干尸说话，因为干尸的声音其实就是凶手他自己的。大家有没有发现，这大厅里面挂了这么多铜片，不觉得奇怪吗？对呀，我一来就发现了，柴房里也有。它就是反射声音的工具。破坏游戏者死！听到了吧？我们只要靠近任何一个铜片，压低声音，大声说话，这房间里所有的铜片就都会跟着震动。大家根本就猜不出声音是从哪个方向来的，还以为是高高在上的傀儡里。凶手把铜片提前运到柴房，就是为了方便他替傀儡里说话。正是因为这些铜片，更让我相信，凶手就在我们身边。他就是那个每当傀儡里说话，总是躲避我们视线的人。杀了江岑，杀了石榴，杀了升仙子和酒鬼，还杀了我的重要证人乔守堂。误伤司马当的凶手，也就是这10年来一直残杀岛上访客的人，就是。就是你，这传家冯大。你就是那个杀人如麻的傀儡里。啊！我怎么可能是凶手啊？我只是个船家呀。对啊，姐兄，他就是个划船的。不承认不要紧，那就让我们大家替你来回忆一下。我们刚来到这儿的时候，只有你站了一个离我们很远、离铜片很近的位置。人呢？傀儡李大人，我带人来见你了，你在吗？来得好，我可等了
你最开始站到前面，背对着我们，然后你巧妙地运用激光将钱袋扔在我们后面，躲避了我们的视线。这样，我们就无法看到你在说话。只要你们谁有本事破解了谜题，就可以全拿走。你留着遮住嘴的胡子，其实就是为了方便掩饰你的腹语术，对吧？你们把一个鬼做过的事情，非要推给一个无辜的人，你们不觉得荒唐吗？少侠，咱们认识一场，说话能不能讲点证据？证据？在柴房里，傀儡李是不是当着咱们所有人的面消失的？是简兄弟你说他不是傀儡李，是只木偶。可是我们刚一进去呢，赵兄弟已经把门关得死死的了。柴房里密不透风，即便是个木偶，我哪有本事让一块大木偶凭空消失了呢？他说的好像有点道理啊。怎么会是我呢？作为一个探视人，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之前，我是不会随便乱公布真相的。在封闭的柴房里让木偶消失，你说不知道怎么弄，那我来告诉你。首先，借着烟雾的遮挡，把它烧掉，时间是不够的。其次，如果把它搬出去，也是不可能的。房间实在是没有那么大的缝隙。排除了所有不可能，剩下的，即便是再离谱，也都是真相。所以真相就是，傀儡李根本就没有离开柴房，而是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被藏了起来。哎，不对啊，柴房空空如也，那么大一个木头人，藏哪儿啊？那并不是木头人，你们看，那是司马当的衣服，可现在穿着他的并不是司马当，而是2根木头。你是说，在斗篷之下是柴火？没错，傀儡里的整个身子，其实就是用一堆柴火撑起的人形。对于熟通木偶的人来说，简直就是易如反掌。再套上傀儡里的红斗篷，我们就无从分辨了。赵后环，关门！好。烟雾弥漫时，趁乱脱去斗篷，可以团进袖子里，然后推倒支架，柴木落在了地上，成了柴火的一部分。这样一来，傀儡里硕大的身子就凭空消失在了柴房里，让我们认为是鬼魂在杀人。但是，想让傀儡里完全消失，还差一个脑袋。那脑袋呢？最开始，我也百思不得其解。后来，是酒鬼酒坛子里的梨子提醒了我。他大概觉得酒味太重，放一颗梨子就可以使酒变得清爽一些。我一直以为酒坛子里面只能装酒，可里面还能放一颗梨子。赵兄的酒壶里面本该是酒，可里面装的是水，因为他酒量不好。生仙子前辈的拐杖里面藏着一把宝剑。如此说来，船家，你抱着的钱袋子里面只有钱吗？对啊，只有钱啊。当时进柴房的人带的所有东西，只有你手里的这个袋子可以把人头装进去。木人头是要刷漆的。我一进柴房就闻到了一股很浓的油漆味儿。这股味儿，现在还从你这里往外窜呢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那个人头现在应该就在你的钱袋子里。谁也别想抢我的钱！这么重要的东西，你应该会随身携带吧？你也知道，我们身边有一个道神，想偷什么偷什么，说不定不小心把你的东西给摸走了，你的一切计划就全泡汤了。船家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真的是你啊！
好厉害的探视人呐！没错，都是我杀的。我在这个岛上，以傀儡里的名义，已经杀了10几年了。那些尸骨你们也都见到过。船家，你藏得好深呐！我不是船家，我是傀儡里最小的徒弟。但是现在告诉你们这些，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。结果都是一样。什么一样？不一样。一样。因为你们都会死在这儿，我会用尽我的全力杀了你们！来不及了。如果是在半个时辰之前，你还有可能把我们杀死，但是现在，你得听我的。哼，你真把我当船家了是吗？圣仙子也死在我的手里，你忘了吗？你现在一直在冒虚汗，你不觉得你的内力正在慢慢的消散吗？怎么回事？难道你就这样